Hello，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再看一题游戏的题目，石头游戏一啊，因为最近从后台看，好像大家比较喜欢这种游戏类的题目，那我们就决定吧，就一开始的第一题也讲一下啊，这一题跟前面很像，是 Alice 和 Bob 青梅竹马好朋友在玩游戏，然后一样是取石头取最多的获胜。那这一次的规则呢就比较简单，这一次就是给一堆石头，然后每一次 Alice 和 Bob 轮流玩，当下那个玩家他可以取最前面那一堆，或者取最后面那一堆。然后两个人轮流，然后最后石头多了获胜。题目一样，我给保证 ，Alice 和 Bob 都是用最优解的方法去玩，就是会尽可能取多一点的石头，而且题目保证最后总分一定能分得出来胜负，不会有平手的局面。所以这一局就是要么就是 Alice 赢，要么就是 Bob 赢。要求我们返回 Alice 先手开始玩的话，能不能获胜？题目给我们两个范例，然后都是比较小规模的，然后还有一些约束条件。然后范例档我们会用白板一起把它解完，然后顺便推导演算。题目的约束条件有4个，第一个是石头阵列的长度介于2到500之间，然后第二个是石头阵列的长度一定是偶数，这个很合理，因为你是轮流挑嘛，所以一轮 Alice 一轮 Bob， 那你两个人最后石头阵列堆数是偶数，对这个也合理。第三个是每堆石头里面最少1颗石头，最多500颗石头，所以最少可以拿到1分，最多可以拿到500分。然后第4个就是最重要的保证，题目说全部的石头加起来是奇数，代表说一定分得出胜负，因为一定会有人选到比较多的石头，会有人选到比较少的石头。好，那我们就用白板来解第一题和第二题，然后再从范例里面推导出我们最后的答案。好，第一题长这样，它给出的石头阵列是5、3、4、5。游戏规则是 Alice 先选，然后问我们最后 Alice 能不能赢，能赢的话就返回 true， 那输的话就返回 false。好，那一开始 Alice 先选，所以 Alice 会有2种选择，一个是他先选前面这一个，然后第二个是选后面的。先选前面的我们就用 head 代表，选尾巴的我们用 left 代表。先选前面的话 ，Alice 可以拿到5嘛？那假如他选后面的话，也是拿到5。好，那下一轮换 Bob 会怎么选 ？Bob 他假如是 Alice 拿前面这个5的话，那 Bob 就剩3和5可以选嘛。Bob 也是用最优解来玩所以 Bob 也是选5。Alice 想要选尾巴这个5呢，那这时候 Bob 可以选第一堆的5，或是最后一堆是4，那 Bob 也是最优解的玩，所以 Bob 这时候会选最前面这一堆的5，又轮到 Alice。那 Alice 会怎么选呢？现在一开始这个5已经被 Alice 选走了，然后后面这个5被 Bob 选走了，因为 Alice 也是最优的去玩嘛，所以 Alice 3和4去选 ，Alice 会选后面的这个4，所以 Alice 会选后面的这个4。那 Alice 把后面这个4选走之后，剩下这个自然就是 Bob 选走了。Bob 这时候对他来讲，就是头部的3被他选走了，也可以说是尾巴，因为1个的话就没有分头尾了。好，那第二种可能呢？第二种可能是 Alice 把后面的5选走 ，Alice 把后面的5选走，然后 Bob 对应的把选前面的5选走，那这时候就是剩下3、4。那 Alice 一样是最优解去玩嘛，那所以 Alice 还是会选后面这个比较大的4，然后 Bob 一样只能选到比较小的3。好，那最后总分是多少呢？总分 Alice 是拿5颗4颗，所以第一种选法他拿到9分嘛 ，Alice 可以拿到9分。那 Bob 呢 ？Bob 是拿到5颗3颗，所以 Bob 会拿到8分。那第二种呢？第二种一样是 Alice 9分 ，Bob 8分嘛。所以最后是返回 true， 因为不管 Alice 选前面选后面2种可能的分支，推导最后都是 Alice 获胜，所以最后返回 true。所以最后返回 true。好，那接着我们看第二题，然后试着观察规律，然后最后会推导我们的演算法。第二题它的范例一样是长度为4，然后分别是3、7、2、3，然后一样是 Alice 先手嘛，然后 Bob 后手。那 Alice 一开始它有2个选择，一个是选前面的3，一个是选尾巴的3，跟刚刚分析方法一样，我们就是一个是前面的3，一个是尾巴的3。那他选前面的3 ，Bob 会剩什么可以选？他选前面的3，这时候 Bob 剩下最前面的7和最后面的3可以选。那 Bob 也是用最优解来玩嘛，所以 Bob 肯定会选最前面的7选走，所以 Bob 会选前面的7。那 Bob 选前面的7，那 Alice 剩下2、3在选嘛，那 Alice 肯定最优解在玩Alice 会把后面这个比较尾巴的这个3给拿走，所以 Alice 会选尾巴的这个3。那 Bob 剩下2了，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一定会选走，所以剩下的2是 Bob 选走。那第二种分支呢？第二种分支是 Alice 开局的时候，他选了后面的这个3，Alice 选了后面的这个3。那 Bob 呢 ？Bob 下一局可以选最前面的3，或是最后面的2。Bob 也是用最优解在玩的，所以 Bob 会选最前面的3。那剩下 Alice 7、2在选嘛？那 Alice 最优解在玩，肯定选大的，所以 Alice 会选前面的7。
然后爸爸只能剩下2可以选嘛。现在已经到游戏终局了，那谁会赢呢？第一种分支 Alice 选了3+3，Alice 选了6颗嘛。然后第二种情况他是选了10颗嘛。那爸爸呢？爸爸在第一种分支选了9颗，第二种分支选了5颗。要记得游戏的条件呢，游戏说2个人都用最优解来玩，所以 Alice 看到2种分支情况，第二条导向胜利嘛，所以 Alice 会选择这一个，所以 Alice 有办法赢嘛，所以 Alice 还是返回 true 啊，所以第二题还是 Alice 返回 true， 没错。好，那刚刚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你可以发现其实每次都只有2种选择，不管现在玩家是 Alice 或爸爸都一样，要么是选最前面那一个，要么是选后面那一个。那选前面那一个呢？游戏的状态会长成你选了前面那一堆，剩下那一堆在我后面，变成一个滑窗了。这个滑窗等一下我们会用一个状态符号来表示。那第二种选择呢？第二种选择是选了最后面那一堆嘛，那游戏的状态变成前面这一堆嘛，然后我选了最后面这一堆，对不对？用视觉上的符号来表示，就变成2种分支，不管对谁都一样。第一种是选了最前面那一堆，剩下后面那一堆；第二种是选了最后面那一堆，那剩下选择是前面那一堆，然后如此反复进行嘛，不管对 Alice 还是爸爸都一样，所以这个分析的局面是共用的，因为都是最优解去玩。OK， 那我们可以想到它是一个滑动窗口，我们可以用一个边界来表示它嘛，所以前面第一种选择用更精致的符号来表达，我们可以写成 DP， 然后 left 加1一直到 right， 对不对？原本这一局的局面假如是落在 left 到 right 这个区间内，那我选了前面那一堆，所以下一局对手可以选的就变少了嘛，因为第一堆被我选走，他只能从 left 加1那一堆开始选，然后一直到 right。那第二种分支也很像，第二种分支是剩下前面嘛，所以前面的话会变成 DP left 到 right 减1嘛，然后尾巴这一堆被选走了，所以对手那一局的局面可以用这个符号表达嘛。假如我是选了后面，那对手的局面剩下 DP left 到 right 减1。那反过来讲，假如选了第一种，那对手的局面就是 DP left 加1到 right， 因为第一堆被选走了。OK， 那有了这个通则之后，我们再来想什么时候是终止条件。终止条件其实我们刚刚遇到了，我们常常玩一玩，玩到最后剩一颗石头嘛。那剩一颗石头的符号怎么表达？剩一颗石头的符号也很简单，就是当 left 等于 right 的时候，用我们的 DP 符号写，就会变成 DP L R， 而且 L 等于 R。那这时候没有别的可能了，只剩下一堆石头嘛，所以这时候就是直接返回当下那一堆石头，然后你直接去存取它的下标。这边你写石头 left 或者写石头 right 都对，因为它们现在2个相等，也只剩下一堆了。这就是我们的终止条件。OK， 那现在有了通则，通则就是在下面这边。现在通则有了，初始条件也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如何状态转移了嘛。那我们就可以回来看我们的源代码会怎么写。好，回到我们的原始码撰写，这一样是跟石头2、3、4非常像，用动态规划，同时采取最优解，也就是每一局都是采取 optimal 最优的策略去选择。我们会选2个参数，刚刚提到的 left right 控制我们现在选择区间。当现在的选择区间被计算过，那一样是一个快速的查表返回。那假如现在的区间一直缩小，因为每一局都做了一个选择嘛。假如现在轮到当下这个窗口小到剩一个，就是 left 等于 right， 那就直接返回这一堆石头，因为也没有别的选择了。那假如是通则呢？通则就是还有2种选择的情况，对应到原本的选最前面这一堆，或者选最后面这一堆。那选前面对手的选择会剩下 left 加1到 right 嘛，这边一样，选第一堆对手的选择局面剩下 left 加1到 right。那第二种呢？第二种是选最后面这一堆，对手局面剩下 DP left 到 right 减1 ，DP left 到 right 减1就是对手剩下局面。那现在是最优解，同样的概念可以通用。我们想要尽可能的扩大我们的分数，所以假如是第一种分支，我们会取前面这一堆石头，再扣掉对手能选的，就是我们第一种分支的表达式。那第二种就是我们取最后面那一堆，所以是石头的 right 嘛，所以第二种是我们取最后面那一堆，所以现在下标是 right。同时选了最后面那一堆之后，对手的选择压缩了，现在对手只能从 left 到 right 减1去做选择，所以我们2个分支用最优解去表达，就是取 maxima， 最大化我们和对手的石头差距，也可以讲最大化我们和对手的分数差距。取了 maxima 就代表选了最优解最佳路径，然后再把它存到当下这个 DP table 里面，最后回传答案。那开局呢？开局也很好表达，开局一开始大家都还没选 ，Alice 先手，那 Alice 先手面对的局面怎么表达？ Alice 先手局面就是从0一直选到 n 减1，所以这边就会写 length of piles， 就是
石头阵列长度减1，因为电脑或是程式语言里面最前面那个索引是0开始数嘛，所以这边是从0到 n 减1，就是 Alice 一开始开局面对的局面。那怎样叫做 Alice 可以赢 ？Alice 可以赢，代表它的分数差距最后是正的，也就是说 Alice 手上的石头数目比 Bob 还要多，也可以讲 Alice 分数比 Bob 还要大。那最后就是我们的答案。好，没有问题。那最后来分析我们演算法。那其实演算法也很好想，它的时间复杂度依赖于什么？依赖于状态嘛。那我们刚刚符号已经定义好了，是用 TP left 到 right 来选择嘛，所以它是一个滑窗。那每次选择的时候有头有尾，所以 left 有可能会从0一直移动到最后一个格子 n 减1嘛。那反过来 right 也是 ，right 假如是一直从后面选，所以后面的选择会越来越少嘛，所以 right 有可能会从 n 减1移动到0，所以两个一起看就是 big O n 平方，也就是状态的总数。然后每一层状态里面只有2种选择，所以你讲比较精密的话是2倍的 n 平方，但是在讲复杂度的时候系数可以省略，所以最后我们看还是讲它的次方数，就是 n 平方的复杂度。好，那空间呢？空间我们会相依于这个 DP table， 也就是这个 memo 大小。那 memo 里面总共会记录几种状态，是不是就是 left 的总数加上乘上 right 的总数？所以 left 有 n 种 ，right 最大也可以有 n 种，所以两个相乘就是 big O n 平方种。所以空间最后相依于 DP table 的复杂度，就是 big O n 平方，所以两个都是 n 平方，在这一题两个的复杂度是相同的。OK， 那讲到这边，其实最后有一个小小 bonus， 其实这个游戏在一开始石头摆好之后 ，Alex 都会赢，所以其实这个有一个隐藏解法，是 big O 1是常数级别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个白板的例子，一样看这一题，有没有发现其实 Alex 不管怎么取，它最终只有2种取法，一种是取奇数堆的石头，一种是取偶数堆的石头。以这一题为例，它取了5，它取了4，所以5和4做一个记号，5和4是不是刚好对应到原题目的偶数堆石头？而且这个偶数堆是它的胜利条件嘛？两条路径不管怎么走，它都是取到了5和4，而且5和4可以映射到原本输入上的偶数堆石头，所以 Alex 不管怎么取，它是赢的。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3、7、2、3，那偶数堆是谁呢？偶数堆是3和2嘛，那奇数堆呢？奇数堆是7和3嘛，这边是奇，然后这边是偶，偶数堆最多可以拿5分，奇数堆最多可以拿10分，所以 Alice 最优解，他一定会想办法拿奇数堆石头，对不对？他最后可以拿10分，有没有？跟我们刚刚一开始分析的一样。那 Alice 可以拿到奇数堆吗？可以啊，因为他一开始只要站在后面去取这一个，那 Bob 下一局他只能取3或2嘛，但是 Bob 取3或2都拿不到这个7啊，所以这个7肯定是被 Alice 拿走。所以最后观察取石头的规律可以这样讲，石头阵列题目已经讲一定是偶数堆了，所以最终只有2种取法。这边的圆形代表偶数堆石头，这边的正方形代表奇数堆石头。那站在 Alice 的视角，他只要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先心算快速的算过一遍偶数堆的石头总和多少，这边用偶数用1来表示，然后奇数堆的总分有多少，然后他可以比出哪一个比较大嘛，因为题目说不会有平手，所以假如偶数堆大，那 Alex 只要一开始开局选第一堆，他一定可以取到剩下的偶数堆。为什么？因为 Alex 假如取了这一堆，那 Bob 下一局选择要么是这个方块，要么是这个方块嘛。Bob 永远影响不了 Alex 的选择。一旦 Alex 做出了最优解，Bob 没办法挽回劣势，因为 Bob 怎么选都选不到原本的偶数堆嘛。以这个例子来看 ，Alex 开局选了0，Bob 只能选1或是选 n 减1，但是他永远都选不到偶数。那反过来讲，假如最优解是奇数堆呢 ？Alex 有办法赢吗？可以，他怎么选？现在最优解是奇数堆，那 Alex 只要一开始开局的时候，他马上去抢最后一堆，这样就必胜了。因为他抢了最后一堆之后 ，Bob 下一局可以选哪些 ？Bob 下一局只能选这些圆形的格子。Bob 不管怎么选，都影响不了 Alex 的决定。Alex 最终可以把全部的奇数堆选完。所以最后这个隐藏的 bonus 解答就是你可以直接返回 true， 代表 Alex 获胜。因为这个题目存在开局的最优解，也就是你都还没有
开始选的时候，其实就知道 Alice 赢了，因为 Alice 可以先快速的心算过一遍偶数堆的总分和奇数堆的总分，他只要发现偶数堆大，他去取第一堆，他就一定赢，或者是奇数堆的石头比较多，他去取最后一堆也一定赢。所以游戏石头一来说是一个 Alice 必胜的游戏。好，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分析与讲解。假如还有不懂或者想要发问的，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然后也非常欢迎推广给身边人正在学习演算法或者解题的同学与朋友。然后最后不要忘记开启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解题影片与学习资源。好，我们下次见喽，拜拜。